大家好，我是思文。其实一直以来，地球并不是一个适合进行天文观测的星球，因为它的大气层太厚了，大气活动也会影响观测效果。所以从上个世纪开始，科学家就希望在太空中部署一个望远镜，来绕开大气层的干扰。那上个世纪最出名的太空望远镜肯定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自从1990年投入使用以来，可以说给我们人类揭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宇宙。我们熟悉的很多天文图像，比如星系、星云，还有像这种宇宙的深空图，都是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而在1995年的时候，哈勃望远镜拍摄了一张可以说是它最经典的作品，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张图像。在这张图像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星际尘埃聚集在一起，从外表看上去就像是3根柱子立在宇宙里，这个就是创生之柱。创生之柱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结构，它所在的大星云叫老鹰星云，梅西耶编号 M16， 这个星云就在银河系的人马座旋臂上，而创生之柱就在这个星云的中心区域，它距离我们大约6500光年，最大长度大约是4到5光年。那顾名思义，创生之柱实际上指的就是恒星诞生的地方。这些柱子都是由冷气体和尘埃组成的，柱子里面的气体和尘埃会在自身的引力作用下不断的坍缩，逐渐形成原恒星，也就是一颗恒星的雏形。所以简单来说，创生之柱就是一个正在孕育新恒星的恒星工厂，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宇宙里的育婴房。不过创生之柱并不是静止的，它最开始也是一大团分子云，之所以变成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形状，主要是因为它旁边的大质量恒星，这些恒星可以释放出非常强的辐射，还有恒星风，把它比较薄比较松散的部分吹走了，而剩下的柱体部分因为密度比较大比较硬，所以就留了下来。如果我这样说大家不好理解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用手去捏一块泥巴，你只要稍微用力一些，这块泥巴就会被你捏成一根柱子，这就是创生之柱的原理。或者你可以把创生之柱想成一堆沙子里的沙雕，它周围大恒星的辐射和恒星风就像是强风，把松散的沙子吹走之后，那剩下的那些结实的沙堆没有被吹走的，就形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另外大家看在柱子的顶端或者柱体边缘的这些地方，有一些从柱子里伸出来的小疙瘩，这些是什么呢？专业术语叫蒸发气体球，那实际上就是恒星的胚胎。也就是说，这些小疙瘩最终都会变成恒星，只不过它们现在还在成长的阶段，还在不停地吸收周围的气体，而且它们也是整个柱体中密度最高的地方，它们的密度高到可以扛住周围恒星的辐射，所以等它们周围的气体被吹走之后，这些小疙瘩就会彻底显形了。为了庆祝哈勃太空望远镜发射25周年，2014年的时候，哈勃太空望远镜用新的相机重新拍了一张创生之柱的图像。这次它的拍摄范围更广了，连创生之柱的底座都拍进去了。那除了这张可见光图像之外，哈勃望远镜还拍了一张红外图像。那在这25年的时间里，创生之柱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比方说这是1995年的时候，它内部新形成的一颗恒星中喷出的物质流。但是在2014年的新图像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喷射出来的物质流向上延伸了一些。大家别看好像看上去很小一段，但是也有965亿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地球绕太阳一圈的轨道周长大约是9.4亿公里，965亿公里相当于地球绕太阳转102圈。如果我们坐着飞机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完965亿公里，大约需要13930年。那这张图像也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哈勃望远镜的代表作品。直到2022年，韦伯望远镜版本的创生之柱诞生了，哈勃版本的瞬间就不香了。这张创生之柱的图像就是2022年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利用近红外光摄像机拍摄的。近红外光能穿透气体和尘埃，所以大家看这些柱子，有些地方会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透明的，说明这些地方的气体和尘埃比较稀薄。像它底座的这个区域已经没有多少物质了，但是像头部这种气体和尘埃比较厚的区域就没那么透明了。而且在近红外光下，它里面这些新形成的恒星更清晰了，像柱子头部还有边缘的这些红点，全都是正在发育中的年轻恒星，还有它背后数不清的这些背景恒星，这些都让整张照片看上去比哈勃版本的更璀璨更耀眼。哈勃望远镜看到的是数千度可见光下发光的天体，
而韦伯望远镜的近红外光主要观测的是温度只有几百度的较冷的天体，它能穿透尘埃，看到镶嵌在柱子里的恒星。那为了帮助观众去体验世界上最强大的2台望远镜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在2024年，也就是今年6月份的时候 ，NASA 利用哈勃和韦伯2个太空望远镜的数据，生成了一个创生之柱的3维可视化图像。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摄像机一起穿过创生之柱，近距离看看创生之柱更完整的细节。而且在3维可视化的图像下，我们可以看到，创生之柱根本不是3根柱子，实际上它有4个不同的结构，只不过这个结构比较矮，而且从照片的角度看过去，它右半部分被挡住了，左边又跟最高的这根柱子重合了，所以看上去仿佛是一体的。那除了创生之柱之外，哈勃望远镜还拍到了这个尖塔的影像，这个也是 M16内的气体和尘埃组成的。这座尖塔高约 9.5 光年，这个跨度是太阳到最近的恒星比邻星距离的2倍多。目前根据对创生之柱照片的研究，科学家推测创生之柱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照片中的创生之柱周围有好几颗超新星，它们离创生之柱非常近，而最可怕的是这些超新星可能早就爆发了。超新星爆发瞬间释放的能量是足以摧毁创生之柱的，但是考虑到创生之柱距离地球6500光年，所以有6500年的延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拍摄到的创生之柱的图像实际上是6500年前的样子。人类如果想要看到创生之柱被摧毁后的样子，还要等6500年之后。但是人类文明能不能延续到6500年之后，还是个大问题。中国古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江畔何人出见月？江月何年出照人？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光的传播速度是有限的，每秒30万公里，太阳光要经过大约8分20秒才能到达地球。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太阳实际上是8分20秒之前的那个太阳，就像我们看到的创生之柱是6500年前的影像。宇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台时间机器。我们看得越远，我们探索的宇宙就越年轻。